我还有件事情想咨询你们一下。您说，坐。如果企业员工得了重病，我说的是那种需要长期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比如说癌症。黛西，你来给任总讲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限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真的吗？黛西非常专业。太好了。你们还得帮我再裁掉一个人。您是说现在吗？最好是现在。现在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了。我付给你们加班费。我是说您要裁的人已经下班了。他在医院得了癌症。吴军，你怎么知道？他知道你们公司的每一个在裁员工，姓名、年龄、性别、工龄，以及他们家的家境、性格，还有补偿条款，甚至是被裁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反应。功课做得不错。吴军是您的高中同学吧？对。您公司成立的时候他就在，2年前他身为公司大客户经理，在就职仪式上他公开表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公司服务到功成身退。但是他后来得了癌，可是现在经过治疗，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呀。对，所以他提出想重返工作岗位，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适合高管这个位置了。他儿子年龄还小，而且他夫人又没有工作，他看病花了好多的钱。每个人不都应该面对自己的人生难题吗？我明白，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您明明有能力帮他，您为什么要……哎，你现在马上去医院，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他签字离职。对不起，我做不到。很好，罗律师，麻烦你现在就把他开掉。对不起，我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是专业人士。他熟悉国家法律，我们不愿意承担开除他而带来的法律后果。开除一个人有1000种合理合法的理由，这是你告诉我的。我现在要看你示范。对不起，您看不到。何塞老师，听说是你激怒了任小年，我只是在跟他说了个道理。他有没有跟你说？我给你钱，是让你跟别人讲道理，不是跟我讲道理，有没有说？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呢？我怕他们万一一会儿来找我呢。找你干嘛？让你去陈述一下事情的原委啊？那您觉得会怎么样？走人。会让罗宾走人啊？让你走人。怎么样？没事吧？有事儿啊？什么事儿？好事儿。你跟我来。我这儿有几份合同，你认真看一下。还有胜利那边，你也跟进一下。好。还有事儿吗？没事儿了。但我就是想问。问什么？赶紧问，我马上就要下班了。任小年那边没事了吧？以后你给客户讲道理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多考虑一下对方是否有接受不同意见的能力。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他能发那么大的火。我记得以前谁跟我说他会读心术？我当时并没有启动我的读心术。为什么呢？你太急于讲道理了，这不好。有的时候人需要先听对方的道理。那我跟他道个歉吧。他不需要你的道歉。那他要什么呀？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丽娜请假了，把我办公室收拾一下，水杯、咖啡杯都洗好放好。最后走的时候记得把门也关好。好，我知道了。黛西，哎，过来一下。你先走。
这位是黛西，罗宾律师的助理。你好，你好，我是罗宾的姐姐，我找他有急事儿，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哦，罗律师呢？他今天开庭，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接电话。那就找不到他了是吗？如果您有什么事儿的话，您可以跟我说。好啊，那我们这边请。好，谢谢啊，谢谢。昨天晚上回家，我们头让我们在群里面马上发当月的营业额，我在带孩子没听见呢，所以我就没发。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单位的人事部就让我办辞退手续。辞退啊？对呀，而且不给任何赔偿。我陪你去找他们。你陪我去？我去给你们领导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劳动法，他这叫违法解除合同。如果我们告到劳动局，不仅要罚他，而且还要给你赔偿。真的吗？真的。那我们走吧。根据劳动法第3条，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下班期间，职工理应得到充分的休息。用人单位应该尊重职工的休息权，不得随意侵占职工的休息时间。背得可真流利，一字不差。所以理论上，职工是有权拒绝用人单位在下班时间发布的工作指令的。那要不这样吧，你们去告吧，我是不会因为你能背2句法律条文就认怂的。行，那我们走吧。慢走不送。我给您提示一下风险啊，这个事儿我们可是会去劳动仲裁的。赶紧去，快去！去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解释权听说过吗？知道什么叫解释权吗？顾名思义，就是谁有权谁解释。你小破丫头无权无势，还跟我这普及劳动法？我还告诉你了，我们跟劳动仲裁很熟的，要不要打个电话帮你们约一下呀？还休息权？您要不要打算再多说2句啊？我打算给您发到网上去，您肯定会红的。你这叫非法录音！我录音一点都不非法，但是您非法开除员工，这的确是违反了劳动法。你要是敢把我的录音发到网上，我就去告你。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擅自录音。您当然有这个权利了，但是我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你们老板好像是一个特别注重声誉的人吧？如果我把这个录音发到极客的职场那些事上，会对你们的公司、对你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你的老板会不会觉得有你这样一个人事经理特别的丢人现眼呢？保安，你看啊，我这手指稍微一动，我可就发上去了。经理，您需要我做什么？经理，我这手机录音还开着呢，您要不要再多说2句啊？没什么，你送他们出去吧。不用了，谢谢，我们自己走就行。谢谢你，经理啊。谢谢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给他点时间。实在不行，我们还有仲裁呢，对不对？哎呦，他来电话了。待会儿，开免提。好。喂，罗琦呀，其实咱们不至于，你的辞职报告不是也没交吗？咱们就接着上班吧，啊？你也别太计较了，你进来咱们再谈谈，这点事儿不至于。我在办公室等你啊。好的，哎。罗琦姐，你可想好了，到底要不要在这儿上班？如果你决定不在这儿上班，待会儿咱们就上去问他要一大笔赔偿。如果你决定要留下来的话，他们可有的是招去恶心你，让你不舒服，你自己做决定哦。我听你的。黛西，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罗宾找你，他回来了？早就回来了。那行，我一会儿过去。现在就去，态度好一点。解决了就行。姐，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八卦？他就是我的助理，纯助理。行，没什么事，我挂了啊。
今天让你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排查的怎么样了？我还没去。为什么没去？今天你姐姐来律所找你，她遇到了一件很……我姐姐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她是你姐姐，她今天差点就被辞退。我问的是，她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还是律所的客户？你为什么就没有耐心听一听她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和你有关系，有的问题和你没有关系。难道说你都能管得过来吗？你以为你是千手观音啊？可她是你姐姐，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客户需要我们帮忙执行欠款，再拖下去，他们的项目就会流产，公司就会倒闭，生活就会天翻地覆。而你在做什么呢？你在管闲事儿。你为什么就……我不问，我只问你的工作。你应该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应该去他的公司补充线索，确定了线索之后，再去法院提交证据，申请执行，还要申请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申请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去跟一个什么破人事经理斗智斗勇，浪费时间普及劳动法。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去啊！原本罗宾本来是要升高级合伙人的，但是因为任小年的事儿，吹了。任小年的事儿，任小年和咱们律所解约了，还带走了所有跟他有关的客户。那些客户他为什么要听任小年的呀？利益呗，任小年或者是投资，或者是持有股份。那我走好了。哎，你别傻了。再说你现在走也来不及了。任小年已经签约新的律所了。是龙科吗？嗯。怎么了？那个，走这边，这边去资料室借。何老师，刚才为什么不看我？何老师，您昨天问他的好像是，为什么看着您？我这么可笑吗？没有啊，那你笑什么？我这是在表达我的善意。我提醒你啊，不管是谁在这做助理，给哪位律师做助理，他将来是否可以留在我们律所，我是有发言权和否决权的。懂了，谢谢您的提醒。你别觉得有罗宾罩着你，你就可以目空无人啊！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罗宾在哪儿发现的你啊？到我们这儿来当助理是要填履历表的，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履历表？你哪个学校的？你们老师是谁？何塞老师，干嘛？司法考试一共14门课程，法理学、法制史、宪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贸易法、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部法，您随便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文。 1989年4月4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1次修正，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2次修正。第1条。 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1135年，意大利北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的发现揭开了序幕。意大利波罗亚大学最先开始了研究，他们采用注释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被称为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评论法学派的形成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该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罗马法和中世纪西欧社会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改造落后的封建地方习惯法，使罗马法的研究和适用有了新的发展。司法一词的来历，中国古代并无司法这一概念。司法一词是我国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仿大陆法系德日制度。司法权及审判权虽然审检合属，但是检察部门受专门负责司法行政的法部领导。你行了，你能像黛西这样吗？找差距。还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现在复习也行。何塞老师，前台有您的快递。你跟何塞怎么了？他不喜欢我的笑容，而我又实在没有办法让他笑得满意。他到行政那边投诉，说以后要由他管理所有的助理律师和实习律师，谁都不能例外。黛西除外，我跟封印说好的。这个黛西到底是什么来路啊？你怎么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为了他得罪了任小年啊。是任小年得罪我。他自以为自己很有钱，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不需要服务这种客户，我有这个权利。这个黛西真的没有任何背景。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像现在这样，笑而不语。把这个送到资料室，顺便把他叫过来。什么呀？游戏设备，这么多？哎，罗宾找你。啊，好，我先走了啊。